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 A 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左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这一整个礼拜，那当然从礼拜六、礼拜天，发生非常多一些事情。待会在节目现场，所有的来宾大家一个一个来看。当然，第一个让所有的观众大概会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整个大罢免风潮走到现在。那到上礼拜的时候，32-0。那一直到这个礼拜，大概礼拜三、礼拜四左右吧，包括蓝营的人对于绿营的人所罢免的第一阶段的补件，大概会在这个时候，到时候可以确定到底是怎么样。因为现在看起来本来是32-0，到了今天为止变成34-0。OK， 那包括泛蓝营系统，因为陈昌明委员本来是国民党籍，现在是无党籍嘛，但是归入为泛蓝营系统，现在是34-0，再多2席。那对于绿委来讲的话，那有9席，本来应该是12席吧。如果照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旅主委来讲的话，他觉得是不是有9席可能会过，然后手上就有双无这2席在手上，讲的气势非常大。但问题是，到大概这个礼拜三、礼拜四来看，到底谁会进入到第二阶段？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到第3阶段又会是怎么样？因为包括像副科技总召。一般来讲，花莲应该是国民党很稳当一席，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从夜霸事件一直到现在，整个来看的话，未来第二阶段又会怎么样？不过如果整个气势来看，我一直常讲，这不单纯是打一个数字问题而已，它是有一个气势问题。冠廷有再加2席，是34-0，对。你把绿营就算第一阶段啦，就算那几个全部都进来，是某种程度来看的话，其实那个气势还是有差，没错。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在未来，甚或媒体还报道说国民党有哪几席特别危险，你们自己评估呢？先讲哦，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两党现在的立委，大家都很多人面对罢免嘛。对。那现在34-0这一件事情，看起来这个新闻，包含黄旅锦如啊，跟一些国民党啊对媒体所讲的，就是说国民党这30几个，当我们看后面的发展，可是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有在重整旗鼓，然后呢，锁定说，第一阶段最少有9个，这个我听听啦，就是说，我们也密切的关注，因为现阶段的状况是，因为每天几乎都会有就是奇怪的讯息发生。简单讲，比方像今天就发生板桥啊，不是看到那个影片啊，就是他们自己那造假的影片有流出来，就是说你们就好好去摆摊。要罢免，好好罢免。可是这9个人，我们就等他一阶过，讨论是谁再说。可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黄旅锦如当台北市的党部主委，结果出来接受访问，居然爆料出了说有3个人很危险。这个我们民进党的听了也觉得很讶异哦，就这3个是哪3个？第一个台东黄建斌，基本上黄建斌如果站在前面，跟其几个立委站在一起，我们可能不一定分得出来谁是谁。就是他的全国知名度不是这么高，是台东很厉害，台东选赢了。可是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立法委员，居然点他，觉得很奇怪。第二个点王宏威，理由是说王宏威的选区啊，说因为有中山跟松山，然后说因为中山区啊选区的结构偏绿，所以它很危险。不是吧？这个就伪通嘛，这全部加在一起的，你这个区对蓝绿来看，其实都是蓝营优势选区嘛。所以王宏威最近确实是有紧张。在黄旅锦如讲完之后，他包含王宏威这2天去公开的活动，党部的活动，除了摸彩以外，然后现场也讲说，对他的选情确实紧张，这看起来是有紧张。第3个最特别，叶元之，台北市的党部主委来讲，新北的叶元之很危险，然后呢去讲说，他给了大家一个策略，他讲说。大家越骂越原汁，越原汁就越安全。对，所以我后来呢就决定开始骂原汁，而且本来没有嘛，就黄旅锦如怎么会给这种策略？那点的这3个很危险。那大概是现在他们的状况哈。我回来讲啊哈，现阶段两边大概都有一些策略啦。对我们来讲还是就是说，因为公民团体现在。气势很旺，那证明说民进党你不要认为说我们去主导公民的运动，会比较好。那我在这也可以预告一下啦，因为其实也陆续有一些新闻有出来。对，当然很多人就期待说，那民进党可能会怎么做？我们大概实际上会做的事情顶多啦，就是说如果国民党还没有适可而止，继续在立法院胡搞瞎搞，那我们接下去我们执政团队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国民党或蓝白阵营的立委们胡搞瞎搞事情对人民的影响
下乡跟大家报告。可是卓院长不是已经要带包括部会首长下乡去？对，官方还没证实哦，就是官方还没有证实。对。但你觉得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说，我觉得就看接下去这几天的演变。那因为我们接下去也要复议。其实这是给国民党跟民众党立委的最后的机会。明天吗？2跟3，对，2跟3嘛，就是包括总预算案，包括选罢法，所有这些是在财划法，就是在2跟3，对，2跟3，所以你们也要看2跟3，蓝白到底对于这个会不会还是否决掉复议？是 OK，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会决定接下来行动的点。因为如果我们回到这次的罢免的真正烧起整个大火的关键，其实是总预算。那最后的机会就是这个复议案。其实包括韩院长也一直在提很多可能性嘛。那现场也很多人都认为说，其实这一次的预算很多，其实不应该删成这样。那其实国民党就好好讨论。其实我还是要强调，复议给过，不代表是立法委员的挫败，而是给朝野重新协商的机会。那如果说最后国民党跟民众党还是恣意妄为，那可能我们行政团队也必须要跟党跟行政团队也必须要去各地跟大家讲，这对大家的影响是什么 ？OK，不会觉得礼拜2、礼拜3会有任何的变动吗？因为刚才虽然冠廷有讲说，复议就算你们让他过，也不代表立法委员挫败。可是以蓝营，包括像傅耕萁总召他们整个蓝白之间。会在这个角度之下，会讲，如果明天2跟3这些总预算如果让他过的话，那会不会减少一点罢免的压力？会这样想吗？因为谁都不喜欢城下之盟，这时候当人家放话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点城下之盟的感觉？可是如果不这样，光你看今天已经到34-0了。我一直还在等，看到礼拜3、礼拜4左右，最后第一阶段最后确定，包括蓝营的补件的，那最后会出现几席。可是不管怎么说，那个数字你再补到最后的结果，气势还就有差。我一直讲，如果要打到这个样的话，蓝营怎么样能够把所有气势能够反吹出来，这个对你们来讲的话，第2阶段、第3阶段很重要吧？没错。先讲立法院在野党的态度，不会把复议跟大罢免挂在一起。OK。不会说因为想要降低仇恨值，所以通过复议，不会做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是这样子，也不会有用的啦。对，因为如果这样，可能他就讲，你看吧，怕了，怕了，对，没错，一定会讲这话，怕了吧，说了吧，结果还是一样大罢免。所以不会有差别，所以对国民党现在的态度，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冠廷不用讲，你确定？不，我说不会因为这个原因，那他们会不会复议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但不会因为对，不会是因为大罢免的原因，因为怕了，所以我让你复议成功。对，就复议的事情可以讨论，包括有些删除预算的部分到底合不合理。那我相信你们不跟大罢免挂一起了？对，不要挂在一起。对，复议如果合理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会来讨论，但不是因为害怕所以我复议让你通过，不会，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对于大罢免整个气势而言，我觉得更糟了。因为那些民团难道就会因为国民党因为怕了说了，所以不罢免你吗？不会，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就不跟大罢免挂钩。但不管是因为任何理由，是大家认真开始讨论总预算是不是应该某种程度要做一些调整，只要那个结果出来，总预算有动，那民团或是一些主张罢免的朋友就说：“你看吧，有用吧？”我跟你说会不会一定这样讲？你以人性来讲，慧珍会不会这样讲？会吧？你看，最起码姚慧珍就会这样讲。可是亡羊补牢比没有补好会不会？不会，我不晓得会不会啊，这不好说。但我觉得。还是要针对事实来讨论啦。如果这个删除预算案的确有争议的话，那我觉得在野党也必须要好好来研议一下，因为这个预算最后还是要用到整个国家跟国民嘛。但是原则上不会是因为怕不怕被罢免而决定他这个复议案通不通过，是划等号的。我觉得这不会了。那再来讲一下，从32-0变成34-0，对不对？我觉得奇怪的不是32，也不是34啊，正常啊，因为我觉得第一阶段应该都会过啊。我觉得奇怪是还是0啊？是吗？是不是？对，奇怪是0啊，为什么还是0？为什么还是0？对，到现在还是0。那第一阶段的补件差不多了。不过我发现你很豁达。不是，你看开了，我还没想完，他在等最后的数字，听我讲精彩的部分，一直维持林博弈才有机会出现。不要这么，没有，我们全力支持赖士葆跟罗志强。好，没关系。我觉得全是0啦，我相信大家当初一开始32-0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啦，怎么可能会一节是0啦？这太离谱了啦。那我觉得重点是接下来补件的过程，我相信这一次是认真在补件，所以最后结果不会是0。那会到多少我不敢说。OK， 但我讲一句话，兵呐贵精不贵多。就算我们只过了9席好了，假设9席8席好了，民党那边可能推出来这边可能是34席。但我老实说。
这在罢免的过程当中，你有这么多资源可以 cover 到全部的席次吗？其实这是有压力的。所以到后来，我相信不管是蓝营或绿营的政党考量，都一定会是精准打击。所以国民党只要能够让我们的零席变成了不管是几席，那几席想办法在2阶、3阶的时候气势拿出来，我觉得就够了。因为很简单，3、4席你有可能全都罢免掉吗？这不可能的事情。而对于民党而言，不要忘记了，现在我们算过，民党要重新变为立法院的最多数，要怎么做？要净赢6席，是净赢哦。包括你们被罢，他们被罢，包括补选完以后要净减掉完之后还要多6席。也就是国民党假设最后的一阶段可能过9个，最后只要能够过个3、4个、4、5个，那对民党而言压力很大，因为你有办法整个赢完之后还能够再赢9个以上，要11个，如果这样要11个，对，没错。所以如果整个大罢免完，结果是民党他的席次也许有变多，也许，但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多数，那后续的结果还是一样，这会让我相信对很多的中间民众会，包括连绿营的支持者，也许都会觉得，那我这个过程中是否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或者是否真的有必要花这个钱来做结果是差不多的事情吗？或者是否真的有必要花这个钱来做结果是差不多的事情吗？所以我才说，当然现在数字看了，的确是气势差很多了，不用问了，对，30几比0，这个不用看了，我们也觉得。真的是拜托加油！所以现在对于这个大罢免，对于蓝营呢，我大概有8个字要讲，就是团结、加油、全力以赴。对，不要再真的掉以轻心的，没有资格掉以轻心。要知道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最后假设就算1阶过、2阶过，我们的投票率如果吹不出来，这个会非常的麻烦啊。因为你们要解释，对，我们是防守那方，要解释，对，我们要让他出来觉得被罢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而不是他单纯觉得我不想罢免就好了，我不出来投票就算了，就倒了，就倒了，他必须要愿意出来，而且是投下那张不赞成票。所以接下来要怎么样用论述、用政策来说服我们的选民，我相信会是执政党跟在野党接下来一个非常大的攻防了。尤其是还有可能性哦，就是目前虽然我不确定，但是会不会绑公投？这个还很难讲。大家不都要绑公投吗？不是两边都说要绑公投？绑公投对蓝营而言，那也是不小的负担啊。之前的4大公投还记得吧？一开始也是一开始对，而且蓝营基本上是赢的哦，4个全赢了，对，悬殊比例获胜，是不是？就最后全军覆没。对，所以接下来到底要不要绑公投，包括论述该怎么去跟地方上、跟我们的支持者做宣导，并且得到他们的认同，党中央现在赶快想起办法来。我想补充，因为博弈当然他的讲法我们各抒己见，然后各有看法，但我还是温馨提醒啊，博弈刚才这个讲法，我觉得就是注定国民党这个策略，假如往这个方向走，国民党未来这几个立委，我觉得前景堪虑。为什么？有个很核心的原因哦。博弈刚才意思是说，我们假设现在公民团体这么多，然后去罢免国民党的席次这么多，无法集中火力，然后呢，国民党只要精准罢免几个，罢免掉就好了。可是你完全忽略了一个很核心的重点。今天这30几个立委在各自的选区，他们公民的力量跟公民团体罢免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我现在强调，你们到现在为止，你们深信这些公民团体是我们叫的，这是最大的差别。我举个例子哦，花莲要罢免傅昆萁的那一些人，包含叶霸老师、王宏威要罢免的人、徐小新要罢免的人，跟叶元之要罢免的底下的人，一定有一部分是民进党，可是真的不是只有我们。我举例，叶元之当时跟罗致政在选，关键。罗致政会输的票数上面是欧巴桑联盟拿了1万多票，现在连欧巴桑联盟都要罢免叶元之了，然后你会说欧巴桑联盟是支持我们的，他们不选我们就赢了。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接下去的结果变怎样？你们一直继续把它弄蓝绿对决，你们认为这样子就对，然后最后你们连署过了3个、4个、5个，哇，国民党全军下面罢免这几个，可是这30几个的状况底下，没有去解决这几个到底是不是任。地方1阶过。2阶过，然后最后我们民进党当然和我们的立场跟态度结束，其实对你们是不利的。我说补充一点啦，进入罢免大家都知道仇恨值非常重要，对，大家因为罢免的是仇恨值来推动的，所以我认同他讲的，就是说对于那些被罢免国民党议员，你必须要把你的论述拿出来，包括你做了什么事情拿出来。但是在这个同时，如果只靠这个防守，我老实讲，以现在的状况，我认为不够了。你必须一定要强力的反击，因为进入是热战，你一昧的防守你挡不下去，所以你的热战的模式，你一定是到最后，大家也摆明说了。很多后来就是找一些精准选区了嘛，对，就是没有的选择，包括尤其是这些精准选区，除了是他当时票数比较差
比较少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大部分有一些的确也仇恨值是比较重的，像台北市的确是仇恨值比较重，所以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是，我觉得虽然时间不多，但是必须要兵分两路，主要的一定是把我们这个零的破蛋，这个毫无疑问破蛋，破蛋完之后，好好的来针对接下来他们的2阶甚至3阶的动作，而剩下其他像34位，目前34位可能被罢免的，被罢免超过1阶段以上的这个国民党立法委员，他们必须要针对他们自己的选区，多去诉说你这段时间你做了什么，包括了甚至是你到你们的那个选区里面跟民众多做接触，利用很多比较温和的方式，让他们的仇恨值降低。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做的，因为1%是1阶段嘛，2%是2阶段10%嘛，10%一般来讲。在没有政党强烈的支持之下，这个10%也不是那么好过，因为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它并不是无限让你长，所以我只能说，以现在这个阶段，国民党该去针对的绿营的人就该怎么去做，就该怎么去做。然后对于自己被罢免的人，尽快的把你的论述拿出来，让你的仇恨值降低，让地方民众了解到你是一个真的在做事的立法委员。我觉得这2步是同时要并行的。然后也不要去扯什么民团不民团的。刚刚其实那个我觉得很合理啊，就是那个冠廷讲说，很多的这个民团可能跟是绿营有些有，但其实有些也的确是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当然合理啊，这绝对是合理的。但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不会是蓝营接下来的主轴论述了，因为这个老讲已经没有意义了。就算是或不是又如何？而不如是把自己就某方面仇恨值降低，把自己的政见讲出来。我觉得对于这个罢免的选举才是比较有利的方向。我觉得同样的一个道理，如果反推回来。民团里面一定像刚冠廷也讲，一定有一些是民进党本来的支持，但一定有一些是这一次的过程当中，搞不好连他们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这些人是哪里蹦出来的？那国民党的支持者的那些，我听说相当于国民党的民团呢。还在水里游啊，还没浮起来，还在还水下面，对对对。我目前是希望尽快能够让他们浮起来啊。如果浮不起来的话，那国民党就危险了。对，这个就是两边所有的观众朋友大概也会在酝酿当中。我一直不断在节目里面讲，如果你单纯以在立法院的数字来看的话，你很难想象这次最后到第1阶段过到目前为止的数字会变成34-0，因为你以立委的数字或各方面来看，你以去年的大选的得票数，你也想象不出来为什么会是这样。某种程度，为什么蓝营真的仇恨值会高成这个样吗？那对绿营来讲的话，这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把所有的这些来看的话，到目前到今天最新的一个数字34-0 ，OK， 那高虹安跟你说对，民进党有2席的是议员，在地方的议员有过，这个我们先不论。单以委员的话，大概34-0，而现在看起来的话，有媒体上评估，知情人士观察说，最后投票阶段到最后投票，意思就是到3阶喽，2阶过要到3阶。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可能会多达会不会到20个，包括徐小清、岳元之、鲁明哲、罗廷伟、黄建斌、尤浩、傅昆萁、李彦秀、廖千祥、张志伦、王威、罗志强、洪孟凯、林德福、牛启廷、涂全吉、林思明、郑正乾、廖伟翔、黄建豪。然后媒体说当中是不是有6个人会被成功的罢免？如果有6个的话，这个数字就会出现我们刚讲的立法院要倒过来的数字。可是刚才博弈有讲，如果国民党能够罢掉民进党几个，那这个被罢掉，还有啦，你补选完还是要是绿营的能上，对了，然后再加上国民党如果再罢掉几个，那个近6的那个数字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可是照目前来讲的话，34-0，可是罢免民进党立委方面有12名立委的罢免案，1阶还没有达门槛，还在补件。如果这样的话，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旅说话，如果成案9个立委的罢免案，他就会评估大概有9个，好不好？主冠廷，你们小心了，有9个，评估至少可以罢掉5到7个，这个成功率多高啊？精准打击，对不对？这个精准打击，这个成功率高到爆。北市选区有双吴在我的手上 ，OK， 他已经发了。今天在媒体上，他接受媒体专访，他中午直接讲，连中正万华那一区、吴佩仪那一区。他连钟佩君的名字都点出来，钟佩君补选条件很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现阶段连第1阶段都还没过，大家已经聊到第3阶段那个地方，连补选都已经出来。好，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些所有的过程当中，现在看起来，任俊，第一个，我刚刚问博弈的意思就是说，民进党有民团，国民党的民团呢，以国民党在地方的组织或各方面，平常讲，你不要告诉我找不出任何的所谓的民团的支援或什么。可是双方的数字为什么到目前为止34-0差成这样？那你要到礼拜3、礼拜4才知道绿营到底是不是像黄旅讲的，他们会有大概9些人会过第1阶段。而这里面你会发现，民团有些地方不只是那34-0，那个精准打击的罢免，譬如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从徐小清开始，
后面徐小新先是李彦秀吧，先李彦秀、徐小新，然后每个人的一些事儿，然后叶元之也有一些事儿，甚或傅昆萁总召那就不得了，夜霸啦，所有这些，把这些当做一个点，一直往外炫成今天这个样子吗？我觉得精准罢免这4个字应该要先界定一下在哪个阶段你说像民团去罢免蓝委那些人为什么到现在34比？就很精准就知道这个地方怎么很精准，30这么多人呢？那所以精准那就每一个都过啊。对啊，一阶段我觉得不过才奇怪啦。那是你们政治所以我说34我不习惯，我习惯是0啊，不是这个我才觉得奇怪啊。这就是问题嘛，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在这个阶段第一阶段有人会出来讲说，我们本来拼的就是要补建成功啊，对，也怪，就你连第一阶段都没过，现在来奢望说告诉你接下来9个立委会摘掉5到7个，我就不知道你的底气在哪里，我听不懂嘛。就说如果我只讲说了，等着看，主委都讲了，不是博弈好朋友，我都很不想回你，我就等着看，不是嘛？你自己都还没动了，你等着看。一阶对了，一阶都要靠动员党员，你要玩什么啦？对，就国民党现在还在拼一阶的过程当中，人家现在已经告诉你说，他希望要拼的是我到3阶投票的时候，这一些会来联署的人，我希望他能够出来投票，要直接达到罢免的这件事情啊。所以两边本来他的立论就不同嘛，就说对国民党来讲，你现在气势已经输了。我觉得从政治的现实面来说，给你罢掉5到7个，好，我就用黄绿锦如的说法好了啦，给你罢掉5到7个民进党的立委。请问他对立法院的席次有什么改变吗？那个席次比例没有改变嘛？你民进党本来现在就是讲难听点就是少数嘛。我罢掉你5个、8个、10个好了啦，你还是少数啊。可是对绿营或者对这些公民团体来讲，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他反过来是我如果能够罢掉你5个、7个、8个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我进入到补选，我有可能是改变跟翻转那个立法院席次的比例啊。他的动力比你强啊。他反过来是我如果能够罢掉你5个、7个、8个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我进入到补选，我有可能是改变跟翻转那个立法院席次的比例啊。他的动力比你强啊，他的动能也比你强嘛。就在这个阶段里面，你现在再回来看，就是说，当大家一直不断的还在回来讲说，你看我国民党一定要拼一阶，一定要拼一阶。那我也讲实话，那你黄绿锦如，你之前在睡觉吗？你台北市不好好管一管，你管到新北去啊？你还管到别人，连黄建斌都归你管了。你今天一个党部主委，这个说法适合吗？朱立伦讲说有两席台中，然后还有1席郑前，你知道郑前里面反弹多大吗？你黄绿锦如还跳到别人去帮人家点名，你很危险的。吹票不是这样啊！我在想他的可能想法就是说，赵少康那一天骂完了之后，哇，国民党动能就出来，我黄绿锦如跟着骂2句啊，我也来帮大家喊一下他很危险。你知道被点名的一定不会心情好过啦。当然，对不对？你们这么多个人，对不对？你没事都点我，但我不太懂国民党党部的操作到底在干嘛。但最少黄绿锦如讲这个东西，他绝对不适合。可是任俊，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大家讲说傅昆萁总召这一席，这一席因为这2天包括罢团的动作非常多，曹兴诚，然后跟洪三雄他们到那儿，叶霸老师不是在他们见证之下签那个就是这个联署嘛，对不对？签下去，就很多这一类一些的事情，会不会？这些事情会不会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更催化了这些事情？因为显然他们是所谓的精准打击，是知道把傅昆萁总召花莲这一席，看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本来大家刚才不会，如果你以蓝绿的优势区，你大概不会去把这个地方看成是绿营要去琢磨的一个重点吧？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真的是这个样。我觉得这个形势的塑造国民党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啊。就是说，本来这些地方它本来就在推动罢免，比如说刚刚讲夜霸的这件事情，或者曹兴诚这件事情，在没有他们之前，他1阶就过了，就他1阶就已经过了。
他为什么这些人被推到台面上面，反而变成叫做罢免的这些所谓的指标？也是因为国民党在后来的一些处理的方式，特定人啊，特定人，我这样讲好像全国民党也不太对啦。虽然我也不懂他们的这个发言人为什么要到处点赞我就说当他这些特定的事件的时候冲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我想你要吹基本盘都不是问题啦。你党员都吹不动了嘛？你现在说我再形塑一个，希望把它战线扩大，然后再去说服我那些支持者，其实它的效果是弱的。你反而把这些人吹到台面上之后，好，换这些人就讲，好吧，你都已经弄成这样，那我好吗？那我就明白告诉你，我反对你。这个敌人的形象是谁？这个 image 谁把它形塑出来？是国民党自己本身嘛？所以我觉得对于国民党现在来讲，我就说啊。你国民党到底现在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去搞掉几个民进党的立委，还是你要想尽办法护住这一些有可能被搞掉的蓝委？他们现在两个都想，没有，他哪有哪个都想？有在哪里？有在想啊，没有在想，有在想啊，对，你问说有在想，有在想，对，怎么做还不我没看到，还不晓得。对，你这样网友又要说博弈崩溃了，不是，他是一个看不行的，不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啊，就你现在还在说哦，我大军压境哦，全部都这个去好像去弄掉1-2个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就觉得好像我气势都赢了。可是我就讲，就当你今天如果你的今天说服能力是够的，事实上一阶不会搞得这么辛苦啦。OK，就大家在提那个什么死亡联署哦，对不起哦，我觉得那层次要有分。我觉得今天中选会或地方选委已经够厚道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今天要讲死亡联署，我就问2件事情：这个人到底是联署完了之后他才不幸往生的，还是他根本就已经往生了还来联署？他层次不同嘛。所以当国民党今天有些人出来讲说，我告诉你哦，全台湾的在2023年那个死亡率哦是多少多少，你会觉得他荒谬嘛？就说怎么可能会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可是我真的必须讲，这种荒谬的言论不是只有出现过一次。党里面对于这种事情居然是没有阻止的，也就是任何一个人要发言之前，居然没有先去沟通。我相信讲话不要让大家听了都知道那是很荒唐的一些笑话。我相信他们如果来问博弈会跟讲不要讲这个了，好不好？不要再开玩笑了，你就赶快拼联署就可以。不是，但你看到几个那个解释的那个荒腔走板，你就会发现到他没有得到跟他讲。我真的必须讲哦。国民党可能本来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去扩大他的支持，但你可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团进团出又出现了哦。你会不会因为反而你做了这些的解释，跟你做了这些说明，反而把你国民党自己本来可以囊括到的这些支持者，反而把他给弄走了嘞？慧珍有想过花莲会变成台风眼吗？就整个大罢免的台风眼，我觉得连副总召大家自己都没有想过。对，我觉得当然叶巴老师是一个关键点。我觉得最近就是在花莲主要有3件事情。当然第一件事情，傅崐萁自己本身的一个仇恨值就是居高不下，但是呢，他把人带到香港去。就那个人没有带回来，然后之前又都不说，再加上叶巴老师，我觉得应该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你那个蛮横的一个形象，还有就是说，好像感觉上你整个花莲王在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但我这2天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一个89岁的一个修士规划为台湾籍的一个修士，然后欧司定一个修士。他在台东对不对？对，我看花莲哦，花莲当地是台东，哦，花莲当地哦，所以他签了黄建斌的那个，对，所以他应该是签黄建斌嘛。对，但是他更怒批傅崐萁实在太不是这位是我那个在想，他是在台东的，但是他去花东一家人，没有，他就是罢掉傅崐萁，就是罢掉谁这样。同样的逻辑，对，他就是我虽然没办法罢掉傅崐萁，但是我可以罢掉你们所有人，就是我可以。我因为他，我可能要罢我这个选区的。对，我觉得这个散出来的那一种感觉，会让人家真的觉得哇。你刚刚有特别提到哦，就是说什么到现在目前为止，国民党还在说啊，这个都是你们民进党。请问这个修饰是民进党弄出来的吗？不是吧？都是你们自己弄出来的。你现在不管是说小美，还是这几个现在越来越比较叶巴老师，这些人原本都是不为大家所知的，是你们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你们自己把这些人变成是全台湾人瞩目的焦点，是你们让这些人一个一个被看见，是你们让他站出来。我觉得其实可怕的是这一点，可怕的从来就不是说什么蓝绿在，因为你蓝绿在对他，如果他是变成政治上的攻防，就有支持蓝就有支持绿，然后中间选民更多，而且大家不想碰。可是当你把这一些原本大家
不是那么熟知的，然后本来大家没有这样子看待他的，你让这些人讲说天哪，他也被欺负，为什么这样也不行？为什么在那个场合讲出这样的话会被这样嫁出去？为什么你连对一个80岁老人家你都要用架拐子的方式？为什么你可以蛮横到这个地步？我觉得是这样的整个氛围起来才会让人家觉得哦，而且傅昆萁是一个滩头堡，非常重要。如果今天真的可以把傅昆萁第2阶段也都非常漂亮的弄过去的话，但就会告诉就大家，没有一个滩头堡是打不下来的。我觉得他会对于就是这个罢免蓝营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但我们来看蓝营这边到现在，共和在冲啥？对啊，黄旅锦如到底在干嘛？他是真的，我觉得这样讲，而且已经到这个阶段了，还活生生的让所有的台湾老百姓看到，这算内斗吗？这算他对钟小平的不满，大家都知道嘛。但是某种程度，这时候大辣的讲这些，难怪朱立伦也只能讲大家要团结一致对外或什么。你这个时候人家打到家门口，结果后来你们大家不上城墙，你们大家在里头还在那个地方逞凶斗狠的两个人，对，还放话给所有的人看。这到底在哪里呀？你们就快灭顶了，好不好？对啊，你们整个大宅门都已经快要整个被拆门了，你还在那边，你抢我位置，我抢你位置，然后我死了都不会让钟小平当立委的，有必要这样吗？我觉得他好像形塑出来的氛围是这样。那去说一句实在话，那你说到的第2阶段，你不需要那个小平哥帮你吗？需要吧。那个第2阶段如果要罢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如果说你们那个国民党现在要怎么样去冲，你就说你现在现任的议员，如果你可以帮我冲多少份出来，你可以让我第1阶段过，第2阶段怎么样的话，到后来那个立法委员这个人选举或者补选，我都让你加分啊，加个20%。KPI 值。对啊，这样不是很多，你就会变成你就有一个什么诱因，让大家愿意更往前。你不要说什么团结都是骗人的啦，你起码那个诱之就用利益来利诱他，我觉得他们也许还会往前跑。不是，本来赵少康去的时候，不是那天已经直接点名小平讲说什么1阶3000，2阶2万份，对不对？那2阶其实如果真的过，大概是2万3、4千吧，5上下，2万5上下，2万5上下。对，他都已经直接点名叫小平给2万。你如果黄旅今天直接出来就直接讲说啊，那个钟佩君呢，其实很有能量啊，他很什么，你直接点名生活连补选，1阶还不知道过不过得了，2阶然后都还没个影，你已经告诉在补选的名单，对，然后你现在直接把补选名单拿出来，我不知道钟小平会不会因此而讲，那我帮什么忙？对啊，你们大家如果叫我要帮什么？不是，这时候干嘛要加添这样的一个负能量进去呢？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太跟小平哥的那个敌意爱恨情仇，对，已经蒙蔽了所有的一切之类的。但很显然，我觉得他这个时间点说出这些话是完全不适当的，而且事实上也对那个钟佩君，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我跟你讲，你这样就会变成，就像刚刚讲的嘛，有能力的人就不愿意出来帮忙啊。反正小平哥那一次我跟他同台，他讲说，他说我可以帮忙抬轿，我抬到我这现在的整个肩膀全部都长茧了，什么时候轮他做一个轿子？现在情况就是变成很多人不愿意帮忙，不想帮忙，就心想说，我那么辛苦帮你。这个干掉谁吧？你怎样之后，然后呢？结果你还是主义一个空降的，那我何必？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国民党到现在还让人家觉得一盘散沙，完全不知道方向？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叶元之已经是变成是民进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嘛。他就是觉得叶元之这个一定要把它罢掉，因为如果他可能有一个计算比例，如果叶元之这样的情况可以罢掉一个情况之下，他大概可以拿下多少席？我觉得，那如果人家都已经锁定你，当然我也觉得叶元之不是不好罢，我觉得因为就尤其是连那个欧巴桑这个都已经开始联盟都已经1.5万票都站出来的一个情况之下，但关键点是。你到目前为止，你有看到任何国民党里面的人对叶元之伸出援手吗？没有你到目前为止，你有看到任何国民党里面的人对叶元之伸出援手吗？没有有教东西有。
朱立伦呢？对啊，朱立伦讲的那3点，其实讲直白就是叶元之那个给没这贺，然后侯友宜的之前还会提到叶元之名字，现在还说我们所有新北的那个立法委员，大家都是跟我们一起，就是把事情给做好，连叶元之3个字都不讲。而且莫名其妙一个黄旅警人隔了一河之隔那么远，你自己都没管好，你搞人家叶元之干嘛？然后就呛陈柏惟，呛到陈柏惟要 long stay 板桥。对，然后叶元之应该心想说：我招谁惹谁？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我身上加油？好像感觉上我们把那个叶元之化掉、祭掉之后，就可以谢天，就可以让其他人可以安度这一次的罢免一样。但我会觉得现在的情况让人家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国民党到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内斗，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会面临到我觉得刚不是说什么抓，我跟你讲，如果在这样的氛围再持续下去，而且国民党持续如一盘散沙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你说2阶20-30个过，我觉得可能性都是有的。2阶，因为2阶如果要是过这些的话，将军。守势作战很累吧？很累，你连一点进攻的能耐都没有，你光守，然后人家在你每个阵地这样打，讲白一点啦，你就算有100万大军又如何？然后你的所有的大军根本没有办法出战。如果真的要讲100万大军，国共内战的时候，蒋中正手下的兵比老共比毛泽东多得多吧？多。后来打成什么样子？对，这些所有的一些过程，国民党人好像都没有读过那些过程，现在还是这个样。好。你说几个重要的参头爸爸，一个是刚讲到傅昆萁副总召，然后包括像岳元之这些，有人把岳元之视为马奇诺防线，为什么要讲马奇诺防线呢？因为那个防线被突破了，后来对一点用都没有啊，干嘛要自己去讲叫马奇诺防线？你们怎么那么奇怪呢？那还蛮中肯的，对啊，中肯。那好，那个阵营其实刚才惠珍讲，有没有看到大家某种程度去守这一块？因为既然人家重点打这个，我好歹要展现出我们众志成城守这一块嘛。然后傅昆萁副总召那个地方，当出现这么多一些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去对？因为今天新闻更多，包括当初夜霸，然后把他给嫁出去的那2个官警，然后归建调回去，因为一个是傅昆萁的水户，一个是许宗岳的水户，归建，2个归建，然后大站花莲调查站站长换人，而且这个换人前一波是2-3天前才宣布一波，是今天再宣布花莲。所有这些有人讲说，就是要让你也晓得说，不该动的不要动，那千万不要有任何其他东想西想的一些想法，大家正规军来对决。所以某种程度现在来讲的话，可你看不到国民党能帮什么忙啊？对他们这些人，我想国民党如果没有学过战略，至少知道一件事。最好的防守是攻击真的是攻击。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什么叫突击队？我在这边防守，敌人以为我很弱，来打我了。其实后面他也被突破了。你的粮仓已经烧了，你的弹药库已经被爆了。最好的防御是攻击了，那才能够解围嘛。那么可是国民党有没有过成功的战略？有哦。2018年国民党在地方选举大胜，就韩国瑜那一次，韩流怎么起来的？我告诉你。那时候国民党叫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让民进党招架不住，叫做最大的党叫讨厌民进党。大家记不记得？2018年这股潮流真的让民进党真的吃足了苦头。那么国民党到现在还在玩这个，2018现在2025嘞，2025嘞还在玩讨厌民进党。可是民团他在搞什么？民团没有在搞讨厌国民党哦。民团如果搞讨厌国民党，那一样画葫芦无效。民团在做什么？消灭共产党。这一点很可怕哦。如果黄旅锦如还没有体会到这个问题，他只要没有，就是民进党来搞我，所以我们要弄一个最大党，叫做讨厌民进党。我告诉大家，在台湾，讨厌民进党的人绝对不会比消灭共产党的人多。在花莲他们做了一个民调哈，做完之后，我相信傅昆萁总召可能会安心。就在花莲，对于绿的有反感的。就是反蓝的啦，就是我对蓝营有反感的只有38.43%，可是对绿的有反感的有46.03%。哇，你看讨厌绿的人还是多于讨厌蓝的人，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安心，没问题。我告诉你，那花莲要不要调查一下，讨厌共产党的有多少？花莲讨厌共产党的人绝对比你想象的要高，60%以上，甚至70%。那如果这一次霸团他们所打的口号叫做讨厌消灭共产党，那蓝营有没有解救的方式？我刚刚讲什么叫做最好的防御叫攻击，
如果今天霸团打的叫做讨厌消灭共产党，你蓝营要翻转的话，就有个办法，赶快做联署，把国民党党章拿出来，对不对？赞成反共的，我们来做一个全民联署。以后不管是艺人呐、不管是商人呐、不管是任何百姓呐、到中国去舔共、亲共、侮辱中华民国的人，全部按照国安法，全部反正都给他抓起来。我告诉你，国民党如果敢做这种全民联署，我告诉你，会消除很多罢免的力道。可各位，你认为国民党会不会做嘞？想个拜的，这个想的还多了，不会做嘛？将军，可是国民党的组织不是一直很强。尤其很强基层上，对所有这些大家讲，国民党最擅长的是组织战。组织战其实空战某种程度，国民党一直都不是这么样。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那空战还说不是这么强是。那国民党的组织战呢？基层啦，所有的这些，国民党组织战应该够强啊。国民党有一个就是算着不成文的习惯，你叫我做事，请先给我预算。国民党的习惯就是这样。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叫我连署1万份钱，我去跟谁要啊？你叫我连署1万份，哎，那吃便当嘞，便当钱、帐篷钱，还有这个我要借路权的钱，我去跟谁要？那你钱没到，你总不能叫我这个自己赊账吧？所以国民党这个习惯不对。就是从一个有钱的政党到现在已经变乞丐了，他们还不认为自己是乞丐。反正你要我做事，先给钱。那可国民党的做法不是，我们现在就没钱啊。可是基层不相信中央没钱，为什么？连赵少康都不相信，连赵少康都不相信，那你认为基层会相信吗？他们讲说，那他跟侯友宜那时候选举的补助款，对，全部给了，一票30块钱，全部都给，1亿多嘛，对啊，全部都给了。所以连赵少康都不认为国民党中央没钱。那你国民党中央要求这些地方的民意代表，要求地方的党工去做联署的时候，你不给他钱，所以才会讲嘛，便当钱也自己买的啊，路权我也自己买的啊，帐篷钱、买水钱、纸钱都是自己买的啊。如果你是心甘情愿出来做，不会讲这种话，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这34个罢免团体们有哪个跳出来说，我们都没钱，给我钱？因为没有人叫他做 ，OK， 他自愿做，而国民党是有人叫他做，所以他才会说有预算我才办事。所以有黄吕锦如这种主委，说句实话，罢免团体会信心大增，因为不用再担心了，他会不断的添柴火。范老师，刚才提到台东的这位修士，这位修士在台东啦，OK。台东这一席，其实大家后来算一下，因为台东那时候民党分裂嘛，然后黄建民拿了34%的选票，赖坤成跟刘兆豪两个人，一个人31%，一个人25%。如果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其实大概是56%多。OK， 那所以台东这一席是不是真的也是比较危险的一席？而这个修士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刚慧珍讲，那时候过程当中，大家不是有讲仇恨值的移转，什么罢免傅昆萁就是罢免谁，罢免黄国昌就是罢免谁，那个仇恨值的移转，这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吗？而朱一伦有没有破解之道？有啊，第一个，朱一伦除了讲说他们之间所准备的一些以外，另外特别提到2阶的时候拉白营来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当然媒体上有讲说，现在包括国民党中央是不是某种程度有条件的去考虑要不要倒戈？然后国民党是有驳斥说没有这回事。可是如果态势一直发展下去，如果你真的是34好，就算比2、比3、比4，这种也挨个就是挨打的一仗，难道真的不考虑别的了吗？国民党的状况用一个艺人的名字来形容，就是林志玲。上个礼拜第一阶段罢免是零嘛，这礼拜就是零嘛，0到0就是林志玲啊，所以这个状况是蛮悲惨的。那刚刚讲过，这位修士哈，他叫做欧斯定啊，他是台东的这个居民呐，对，台东啊，他是这个瑞士籍哈，他是在我们天主教这个白冷教会，但他已经入籍台湾很久了，是那。但是他想罢的是傅昆萁所以我很怕他到了这个罢免站，他找不到，找不到，他怎么搞了一个没有傅昆萁啊？是黄建斌的，好，所以我要请这位这个欧先生欧修士要搞清楚你要罢的不是傅昆萁，到了现场没有傅昆萁也没关系你就罢这个黄建斌一样达到你的效果但是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可怕，我跟你讲，任何政治运动如果它变成民间参与，而且都是那种素人。跟政治无关的，这个力量是比那个政治人物的力量还要辐射好几百倍。而且当这个运动变成是一种欢乐式的，然后呢很有创意的，有很多梗的，就会变成这个星星之火就已经燎原了。刚讲这位修士，还有我们看到这昨天出来的普大中，
啊，他是这个以前是我们这个《中国时报》的资深的这个媒体人嘛，记者，也看主管啊，苹果日报也是啊。他的立场过去应该是很深蓝的嘛，因为他这个中实体系嘛，啊，然后大家觉得他应该也是外省2代啦，所以他会觉得说他的立场应该就是比较支持国民党。他也站出来这个罢免罗志强啊，虽然我们知道罗志强要罢掉很难，这是因为他坐了轮椅，说家人扶得出来，他手还颤抖啊，不让你写字啊。这些小故事，这样我们再看那个所谓的叶霸老师，一样啊。你看这两天这个叶春元老师跟这个曹新成在花莲，对不对？这两个人怎么会这辈子会相遇？我也觉得很奇怪。曹新成是一个科技界的大佬，对不对？叶霸是一个花莲一个美伦国中的老师，退休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竟然可以擦出火花啊！这个很特别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竟然可以擦出火花啊！这个很特别了。那你再看这些霸团，他们就很有创意。他们你看这个台中罢免惠成宫啊，这个惠成宫它是用宫庙的这个对，其实没有这个宫啦。当然你台湾去找没有这个宫啦，你要去拜拜也找不到哈。然后他就写了，你看废降千岁啊，降就是这个怎么想啊？你看，要先想，你看吧，太看吧，断剑千岁啊。那这个剑是什么？是什么剑？我搞不懂。黄建豪，是名字太低了，叫不出来哈。敲锣千岁，这是罗许廷。他们要检讨，不是要检讨，他们是让我叫不出来。老师，你要不要认证？然后言宽很清楚了哈。殷这是黄琼英很清楚啊，陈是江启臣啊，那杨琼英啊哈，后面这3个知名度比较高，实际上霸比较难的哈，知名度比较低，表示我去北霸比较好。这3个这个很有梗啊，这个你看，而且你看他们现在弄什么民主大反共啊，民主大反共，民主力反共啊，然后你这样走过来看，我刚看半天看不懂哦。花莲民主大厉害，民主力反花莲，这个就是很有创意嘛，对。然后现在这个地方罢免团体都用这个旗哦，他们只要把这个字改而已。例如说桃园就是什么牛许廷啊，什么废牛千岁了哈，什么像我们会在想啊，还有什么涂全旗什么敲驼千岁，这么在改，这很有创意啊，这很好玩，这边有梗你知道吗？那全台湾各地都拿这个然后再就是他们这个安心店家健检专家，就是讲的是蒋万安跟这个安心店家，就是这个徐小新的这个，所以这很多那个健检是说查水表的意思，查水表，所以你们要讲清楚一点。水表嘛，看这个水表嘛，他们的族群不是范老师。OK， 你看这个徐小新婆婆，这个也是很有梗啊，阿美嘛哈，所以是我叫阿美啊，阿美，然后反过来来看美人加油，有没有？美人加油啊！对，像我们这种有那种艺术辨识力比较强的人看得出来，一般的人看不太出来。那阿美因为这个被那个黄鸿威的这个助理揭发他的，你最熟的就是阿美了啦，其他都不熟。阿美也蛮熟，也同过台了哈。然后所以大家知道都是阿美。所以这种东西是什么呀？是民间的想象嘛哈。然后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有意思，就不要大家突发本台节目之一了哈。好，那这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国民党就是像那个你知道那个清朝末年那个叶明生啊，对啊，那个英法战争不战6不，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还是这样啊，对不对？要不要战？要不要和？莫衷一是。党主席讲的跟下面讲的，那所以我会觉得，像你刚刚讲那个什么台北市的那个主委叫做黄云竹，他跟那个对，我们看到的到底跟钟小平关系是什么？到时候钟小平如果罢成功了，这功劳是谁的？他现在既然两个人得势如水火所以我觉得钟小平现在是满腔热血啊。他其实因为他说他这辈子一个人提拔过他嘛，就是赵少康嘛，所以他要投桃报李嘛。可是他如果真的罢出成果出来，对有战力的人，因为他曾经罢过嘛，他罢过。这个林昶佐，没有成功嘛？没有成功，对，但是他的票是只是因为25%的原因，但是赞成罢免的是比反罢免的要多，但是虽败犹荣嘛，但他有实务经验啊，这种人应该是被黄云竹做上宾啊，请你来当总指挥嘛，他刚刚是这个三军统帅嘛，就没有，这样两个人吵不停，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是一团乱。可是范老师，如果要像朱立伦讲的第2阶段请白银来源呢？
就如果请白银的，就是让跟民众党大家一起努力，在第二阶段，包括守，包括攻，会不会因此就会更好？不会，因为我觉得白银现在就是作壁上观。你看这个，我认为白银现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事情跟我们没关系。而且刚刚讲过说，有没有可能什么解散国会？那倒戈就解散国会了嘛？那白银一定不会答应啊。我希望起码8席嘛。如果一倒戈，而且现在柯文哲被关到这个在监狱里面啊，影响力大幅下滑。如果我相信，如果真的改选，民众党的席次只会少，不会多。所以他们绝对黄国昌绝对不会答应。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现在就变成说，现在如果第一阶段下礼拜还是0-0，那就麻烦了啊！就是不要到下礼拜了，这个礼拜大概就知道那个不见得。对，因为你现在变成不可能再是0吧？你这样你不会不会0？不可能啦，不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太离谱了啦。对啊，如果还是0的话，国民党大概一堆主管应该要请辞了吧？我觉得是不是？我觉得真的是。对啊，如果连用尽全力，在包括主委都出手，结果还是0的话，那我真的觉得不可想象。对，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整个的这个气势是非常弱的。然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帮叶元之，那叶元之好像一个被放弃的人，就是一个被放弃的党员啊。那我要讲的是，如果这个大浪潮已经来袭了，因为我们大家都以为说过完年会冷掉，有没有冷掉？没有，没有冷掉啊！你包括连上个礼拜的这个台积电，你们国民党王宏威说什么啊？我有一股深深的这个亡国感，台积电要被川普给挖走了啊！川普好坏啊，把我们的护国神山挖走了，台湾未来的半导体全部没了，然后我们台湾的台积电的钱都去美国了，去美国投资，他不会在台湾扩厂了，台湾就会失业率大增啊，科技业倒电，然后台湾就是等于被中国对美国来讲没有利用价值，跟乌克兰一样，然后未来台湾就是死路一条。这种说法跟中国的说法一模一样啊，跟去年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范立信那个他们所讲的，一次都讲那种台积电是美积电。那民进党就是拿台积电来作为跟美国的一个贡品 ，OK， 所以我觉得那又被人家抹红了，跟国民党没有站出来没有，还是讲是跟对岸讲的一样啊，难怪为什么连台积电这个事情都被拿来大家当做罢免的对象。因为现在标准国民党降到很低呀，就是我最近那个氛围感觉是什么名册没有更新啊，要更新不要有死人名册，不是啊，是要真的人联署才合法。怎么现在变得已经退到那个名册更新？不是，他因为根据名册去拜访了。现在有拜访，对，那就要真的签出来。没错。可是我说真的，因为罢免这事情是需要仇恨值的，就你这个立委真的很讨人厌。因为一般来讲，我就算是党员，就算你有名册，你要人家来说，我就是把这个拉下来，这个是要跟我只单纯支持你这个党或投给你票，这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没有在解决根本性问题啊。所以第一个，现在看起来朱立伦在干嘛？朱立伦在他的主席保卫战嘛。为什么这2天会不约而同好几则新闻跑出来说国民党中央有在评估要倒戈？对，而且这事情我觉得老实讲，那个新闻写的也有点真的很像国民党的想法，就是去想说他们怕的是民众党不同意。所以国民党这个有在讨论啊，有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国民党的声明怎么发？否认了嘛？对，国民党声明的发法说，从未讨论倒戈等相关问题，未讨论倒戈等相关问题。我们大家都当发言人嘛，你有说绝对不可能倒戈吗？这是什么意思？我否认现在有讨论，可是我没有否认这个可能性。再来第二个，今天就是那个新闻一定是国民党中央的人。或国民党的人放的嘛，因为跑蓝营的记者写的，出来的结果叫做民众党可能不同意，不是拍的，这是内行的操作去讲外行的话。请问倒戈需要民众党同意吗？不用。你如果真的那个倒戈氛围是对的，我们不能有几个民进党立委投下去吗？不投到他院长就呛你们不敢倒戈啦，就那个是整个氛围跟状况。如果社会的氛围是就是要来拼一场，倒戈整个全面改选。所以国民党这个是假的，就是说顾虑到民众党是假的，因为国民党在盘算上面，民众党的席次感觉会变低，民众党 care， 可是以不分区来讲，大家算民调，国民党可能还会增加，因为国民党民调没有掉，民众党掉了，这算一算这个是清楚的，所以我回来讲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变成说，这个倒戈的事情不是不可能，我觉得慢慢有在往那边在发展的可能性，为什么？34-0，未来可能不知道读几比几。可是当最后的结果是这一些国民党的立委的仇恨值没有下降，然后呢2阶过关，然后最后变成是要拼，就是最后同意跟不同意，
我就举板桥为例，板桥为什么现在陷入冷热战的焦虑？因为我们这认真，就算我们今天在座，我们都当叶元之的幕僚，我们能给他什么具体建议？大家讲的话也都不一样。第一个，你要打热战，你要有组织。叶元之该的选区4个议员，刘美芳、周盛考、曾焕嘉跟那个林国春，哪一个跟他好？国民党都知道，没有一个跟他好。而且打热战不能募款哦。对啊，现在被罚对，不能募款。然后你因为叶元之不是组织起身的嘛，他靠空战嘛。这4个有组织的议员，谁会没有办法募款状况底下替他全力斗？党中央讲话也没用吗？没有用。侯友宜讲话多少有点用，可是侯友宜有要吗？看起来看没有啊。他连3个字都不提，他连叶元之3个字都不愿意提。所以我说那好，这是热战啊，冷战了。请问现在还有冷战的可能性吗？就大家客观讲嘛，板桥这军就热到炸掉啊！我在土树山阴，大家都在跟我讲叶元之，就是那个氛围已经起来了。所以如果真的我现在大胆预判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氛围继续往这里走，就局势没有改变，所以局势改变是说什么2阶我们突然什么罢国民党的突然变很少啊，然后罢民进党哇突然很多。假设没有这种局势大改变，也许国民党最后真的是有可能会思考倒戈。我先讲那篇文章，国民党已经讲非常清楚，因为他讲的是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出来反驳，我们从来就没有讨论过倒戈的问题。而我个人，当然我没办法代表党中央，我们这个很偏远，但是我认为国民党或包括在野阵营提出倒戈机会非常低。倒戈它全名叫什么？其实是对行政院院长的不信任案，全名是这个。请问一下，我们倒完戈之后，行政院长是谁提的？还是总统提嘛？所以倒完戈之后，你觉得赖清德提完一个行政院院长，他会有独立思考吗？不会有，还是听总统的话嘛？那我倒戈的意义是什么？打完戈重选完之后，你再提一个听总统话的行政院院长。所以以国民党，包括以在野党现在整体是多数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会选择倒戈这条路来走？这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啦。我们想想都知道。那你说民众党他的8席的不分区立委，他会不会支持倒戈？当然也不会嘛，讲白就是不会嘛。他一倒戈完之后，他的政党票还有办法跟以前一样多吗？我们都心知肚明，应该是不太可能。所以在野党，不管是白营跟蓝营，都没有任何有价值来做倒戈这件事情的话，怎么可能会选择倒戈来走？因为倒戈完之后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倒戈完之后，以现在我也摆明说，现在在野党是逆风了，大逆风。你现在直接倒戈完重选，会赢吗？这个结果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嘛。所以当然是把火力集中在大罢免上面，我们能不能够守住几席，或者我们罢免几席，就整个政治的战略考量上才是合理的。所以我还说，讲到这个倒戈的事情，我不晓得这报纸它是有跟谁接触过，我不知道。但以我自己内部所听到的，没有人讲倒戈，因为倒戈的结果绝对不会比大罢免来得更好。没有，我补充一点哦，倒戈我不认为是空穴来风。为什么呢？因为倒戈，哪些人会想倒戈？我在这一区是蓝营很强的一区，我当然希望倒戈啊。我再选一次，我可以募款。不，这累度，相信我绝对不会想募款的事情啦。现在问不是这个累的程度，我还可以想我要募款一次，募款太多，可以募款是之一啦。就是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深蓝区嘛，我倒戈再选一次，我可以再选啊，我可以再选这一区，我还会当选。可是如果呢，像王宏威这样，他如果被罢免了。他在这一区是3+4， 7年哦。对啊，下一届也不能选。但是7年哦，是立法委员，又不是没有议员可以选。就讲白了，不是啊，就换一个。对嘛，我就讲这个没错，不会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跟你讲，当到立委的回来选都有过啊，不多啦，但比较没那么光彩，不多啦。对，真的啦。而且这个我觉得为民服务不分中央跟地方，他没有当满一届哦，王宏威是没有当满一届的，所以我才说他如果3+4 7年不能选，对他的损伤太大了。那但是哪一些人不愿意选？像叶元之，对他来讲，倒戈不倒戈都没差。反正他一定会被第3阶段投票的嘛，而且被罢免的几率极高嘛，对，极高。对，那如果被罢免了，他就7年不能选。对啊，那大不了就回去选议员嘛，对，就降阶嘛，降阶打怪。那如果倒戈呢，他可以再来一次啊。按照叶元之的做法，我可以再募款，我可以再募款一次啊。选不上也不亏啊。对，所以我讲倒戈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有一些人想，那但是倒戈成不成功？我想，如果就算国民党提出倒戈，也不会成功，因为那没有出席的8席绝对不会攀附他们，然后呢，你本身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来附和倒戈也怪，也怪，你自己是执政党啊，你倒什么？所以我才讲哦，国民党勇敢的提出倒戈，勇敢的提出，对，你说这个也不答应，成功，勇敢提出倒戈干嘛？对，又不会成，态度
就不会再被就不会再被民进党笑啊！我保证民党一定会赞成的，不会被民进党笑。话术很多，你没种提，你不敢提，国民党勇敢的提出来，反正提出来也不会过。可态度，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国民党开除。我是自己离开的，对，讲清楚，讲清楚。对，我是为国民党好。我告诉你，至少还有点面子。你提出了倒阁，反正那没出息的巴西也不会附和你。然后说，我提出了啊，没办法，就没办法过。所以我讲这是他态度，说不定提出个倒阁，对你们的罢免还有转机，勇敢的提。可是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怎么讲，对白银的黄国昌主席来讲，似乎都站到了一个战略高点。因为当初有人讲说2阶段要请白银来帮忙的时候，要不要帮忙？那我看着办吧。哪一边帮忙？我只说台中的事就是民众党的事。我可没说全台湾的事都是民众党的事，国民党里面还有哪几个地区比较危险的要有白银来帮忙，那就看我愿不愿意说板桥的事是民众党的事。当你每一个地方都要他开口讲的时候，他会莫名其妙开口讲这些话吗？没有一些未来2026胜或2028的想望吗？没有这些摆在里面，胜或要不要跟我讲倒阁？那篇报道里面还有讲说，国民党会不会很认真的跟民众党来商量，跟黄国昌商量，要不要谈倒阁？就算是你要来跟我讨论，好，假设啊，就算要谈，你不会空手来跟我讨论国昌啊？这一役是我们生死存亡，谁啊？谁跟你生死存亡？我这巴西完全不会有问题啊！你要跟我讨论什么？那不要有一些伴手礼吗？不，刚刚那个大罢免的不倒阁那件事情啊，一些老样倒阁根本不是重点啊。胜或要不要跟我讲倒阁？那篇报道里面还有讲说，国民党会不会很认真的跟民众党来商量，跟黄国昌商量，要不要谈倒阁？就算是你要来跟我讨论，好，假设啊，就算要谈，你不会空手来跟我讨论国昌啊？这一役是我们生死存亡，谁啊？谁跟你生死存亡？我这巴西完全不会有问题啊！你要跟我讨论什么？那不要有一些伴手礼吗？不，刚刚那个大罢免的倒阁那件事情啊，一些老样倒阁根本不是重点啊，民进党还是执政嘛，所以倒阁后面连接的一定要不要解散国会嘛？对啊，当然就只是国会要不要重选啦。所以你看今天那个新闻，它真正的立论就是说，不是要不要弄掉民进党，而是要不要弄掉民众党。因为你光看那个新闻讲穿了啦。不，他是这样写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大罢免啊，然后到了倒阁完了之后解散国会嘛，那以民众党现在来讲的话，他也要重新投票嘛。当然了，那你能不能再保有8席？你搞不好会变5席，搞不好变几席？那是不是蓝绿重新再拿到席次嘛？那我讲，就黄国昌不是一个政治小白兔啦。你刚刚提的那一大段就很简单，黄国昌做的叫做无本生意。如果民众党要动，你光看黄国昌有没有最少喊出扫除绿卫兵？他有喊啊。他有没有说他要办下乡巡回？也有啊。一接那12个立委那个民众党就是没有动嘛。就国民党不会不知道黄国昌这个是喊。你说他去台中，他说台中的事就是他的事，但是台中的什么事是你的事呢？与其说他去跟国民党交好，我倒觉得他去刨蔡壁如的根嘛。就你蔡壁如一天到晚跟我讲说什么台中怎么样，你台中经验什么的，深耕地方。黄国昌现在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就这个党主席，我就去跟这个卢秀燕也不是小白兔嘛，所以他后来就是所有要跟民众党沟通或什么要这样，让谁去做？郑肇兴去做。就卢秀燕也在避这个，可是卢秀燕不需要把人拒于千里之外，就像当时的蔡壁如的这个状态。对卢秀燕来说，民众党会不会真实的表态？老实讲，到今天为止，黄国昌有松口吗？其实没有啊。对于国民党来讲，难道只有这个地方是需要黄国昌？可是你只要一开口，回到主持人刚刚论述，你是怎样2串胶？现在虽然香蕉有点贵，但你总不可能空手来嘛。那就回到了更务实的状况。你拿什么跟民众党谈？我认为在2026的这一战里面没什么好谈的，因为第一个议员是多席次选举，你就各自努力。第二个县市首长选举跟总统大选不一样，我没有什么市长是这一个，副市长因为副市长不在名单里面嘛。那你今天要谈的时候，那就更务实的啦。那我今天这个地方要让谁出来选？你觉得民众党有可能说没关系，我们来合作，我全力支持国民党的人做县市首长？
不可能嘛？国民党没有必要在这个阶段里面去掀自己的这个锅盖啊。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个大罢免风潮一路往下的话，那到这个礼拜大概3、4，最后就可以确定一阶到底有多少，那是34比几或35比几 ？OK， 那还要看最后这个数字。但不管怎么说，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要怎么样去有点力挽狂澜，能够把这整个攻守兼具，然后能够打这一仗。今天在国内，当然，一定有一则很重要的新闻是，柯文哲前主席的父亲今天告别式。那告别式当然，备极哀荣，包括现在总统赖总统，也要派代表，然后包括有送花，可是柯家似乎是婉拒了。然后几位前总统也都有到场。当然，冠廷，你看到柯文哲，当然在家祭的时候，他念的。那所有的祭文里头，其实他痛批了司法罗织的罪名，让一个孩子，尤其他是个重症医师，在最后没有办法去对他的父亲有任何的一些帮助。其实那里面包括司法罗织罪名是一个重点。司法罗织罪名或司法迫害人权，就是台湾是言论自由的国家，他当然可以讲。社会有一个公断哈，我觉得他可以讲这个话。可是我想回来回应他们的是，其实今天老实说，司法单位已经给了他最高的礼遇了。这个礼遇是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人，就算民意代表去请托，也都没有来的礼遇。我会讲结论吼，柯文哲今天这是准总统待遇的礼遇啊。首先第一个，柯文哲他并没有上戒具。对。那我们之前也看了很多，无论是各个县市的议员，或者是各个县市的民意代表，或者是县市首长或现任的县市首长，柯文哲还不是现任哦。其实有这种状况，无论是在羁押中还是在服刑，假设是因为要回来奔丧，其实很多是有上手铐的。我上一个印象中很深没有上手铐的就是陈水扁前总统。是，可是哪怕是陈水扁前总统，当过我们中华民国总统的人，当时他陷入一些案子，然后因为他的岳母过世，他们家人也是希望能够公祭跟家祭当天出席。请问当时法务部矫正署有给他当天出席吗？没有。当时给他什么时候出席？头七那一天出席。理由因为公祭当天会有太多人在现场，不好做维安。说真的，光是这一点，柯文哲的待遇是不是比阿扁前总统好很多？一样没有，就是他一个是没有当天，一个是当天，然后一样没有上口铐。这个其实老实讲就是很高的礼遇。那第二个是说，你除了没有上戒具以外，也是唯一一个。我至少我们问那么多律师，5个年的大律师，你用这个理由，就是要跟讨论怎么办丧礼当理由去解除禁见。对，至少我问了很多律师朋友，真的没有人遇过。有的话，请民众党跟我们讲一下，分享一下，以后可以当案例。真的也没有，这是第二个礼遇。第三个，你之前在提讯的时候，北检那个柯文哲他讲说他好像不舒服啊，不要啊，拒绝提讯。北检就正让你拒绝提讯的，至少我也问了很多律师，也没有人有相关的案例说，我的当事人，我不想去提讯就不被提讯。第四个就是当时检联到他家要进他家里面，然后等了1个多小时，然后没有破门。说真的，这4件事情加起来，这超级礼遇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你要去讲说司法不公、司法迫害人权，然后现场这个氛围，我觉得给尊重，可是社会会有一把尺啊。但今天有另外几个，我觉得要观察。第一个点就是黄国昌没有到嘛，那当然他讲说是因为家里在办丧事啊等等没有去，但这也尊重。可是我也必须持平的讲，网络上也很多人讲，那如果用一样的标准，那你过年的时候发红包发春联，怎么就可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没有黄国昌要避柯文哲的味道在。第二个，今天那个现场号召小草，在那边挡，不管是记者还是挡所有的民众。其实今天这个政治味是很浓的啦。最后一个我要讲柯美兰，柯美兰有一段发言，其实引发非常大的讨论。柯美兰当然也柯家的人嘛，然后在爸爸，因为其实说真的，我要讲这丧事圆满就好。可是今天他讲了几句话，他说柯爸爸的3个小孩，然后这3个小孩1个小孩3000万，然后柯爸爸1亿。他讲到这个话语，然后那个用词非常的奇怪，就是1亿，然后3个小孩，1个人3000万，在这个现场这样子讲，说真的啊，连民众党这个看那个直播的很多支持者，下面都觉得问号，这在讲什么？好，我讲白了，有很多人质疑说是不是在串证嘛？我不能讲说他就在串证，可是怎么可能在丧礼去提具体数字？柯爸爸1亿，然后我们3个人3000万，这在干嘛？所以今天这整场活动，我觉得这2个层次啊，政治味有点太浓了。然后另外一个是
有没有可能后来引发案外案，变成因为柯文哲出来，然后有一些串证的可能性？我觉得检联也要理清。柯将军在过程当中，这整件事情，当然因为以柯文哲曾经历任台北市长啦或这些，所以总统送花篮，然后有府方本来说要派人去，后来媒体这样讲说以国家大事为重，所以呢也不用派人来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客气话啦。意思就是因为一直说司法迫害，对，然后一直说什么赖清德什么什么，所以意思就是你不要来，你来了后客家人也会不开心那种感觉。所以在这里头，某种程度还是会讲到这些啊。通常我们政治人物去参加公祭或是告别式，即使出来外面有记者要问你有关于政治相关的话题，我们就会告诉他，我们离开公祭场合再说。尽量不要在公祭场合谈跟政治有关的事，因为你这样对往生者不敬嘛。那更不要说在这个公祭场合搞得这么吵这么闹。今天有一些小吵，还跟现场的媒体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就是不让他拍嘛，挡他了，有些就举起手来。其实大家想想看，今天这一场柯文哲可以到现场去，他的目的是什么？见爸爸最后一面，尽人子的一个孝道，送爸爸走，这是整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柯文哲见到了父亲，甚至还让他念了那个祭文，这家祭文，我觉得已经是情理法了，把情放在最前面。可是来参与的这些支持者也好，或是小草也好，你们已经逾越了公祭的那个礼数，不能在公祭的场合吵吵闹闹。不能在公祭的场合让大家觉得不够庄严肃穆，你不知道吗？这是对柯爸极为不敬。好，没关系，你说是支持者的热情，我觉得那就是你们的选择。可是柯家人，柯美兰接受媒体访问，后来怎么说？那个听说赖总统要送的花篮你们把它移走了，是怎么回事？柯美兰刚开始还说这是总统比较忙，所以现在不要来。到后面不是他说对我们移走了，那什么理由？还要我讲吗？这已经不是一个对你父亲的一个尊敬，因为父亲走了我想柯爸爸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是谁？白色恐怖欺负他的人。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被白色恐怖228给这个罹难者嘛。那么柯爸爸算是228的家属，真正的家属。柯爸爸他会想看到当时欺负他的那个政党吗？我认为不会。可是都去了，马英九在里面韩国瑜也在里面，这么多人都在里面柯美兰有没有把他赶出去？你要站在你父亲的立场看事情，而不是看在你哥哥的立场看事情。另外更绝的一点是陈佩琪，陈佩琪这整场，你的泪是为谁流？应该是为你公公流，因为今天这一场是你公公的公祭，是你公公的告别式，你应该万般不舍得公公离开。你的泪水是为公公流，可是陈佩琪的每一滴泪水是为谁流？为柯文哲而流。柯文哲出门的那一块把他抱住然后痛哭这是谁的功绩啊？这不对啦，这真的不对啦。柯文哲离开那是接受法律的，你说审判也好，进入法律程序也好，你在门口大声的嘶喊司法不公，这是你公公的功绩没有人来闹，是你自己在闹你正在破坏你公公公祭的庄严肃穆的那种场合，所以我才讲柯家人千万不要这样。今天这一场最大的是柯爸爸，把柯爸爸一切办得圆满最重要。至于柯文哲的官司，持续按照司法程序去走，这样子闹，第一个对柯爸爸不敬，第二个对整体的官司也没有帮助。那有没有串证？我相信全场这个北检都有派人去。有如何的状况，后续都会纳入，不要越帮越糟，越描越黑。真正的事情把证据提出来，不要做这些消费你公公的事，真的不孝顺。可是慧珍，这整件就好了，你说穿了，从念祭文里面的内容到刚才讲到的，包括陈佩琪最后抱着大哭，然后说控诉司法。家属的心情你一定可以想象，他一定希望透过这方式总是要说这些，但是从过程当中前面一直压到是3月7号左右吧，才最后提出申请。大家都知道北所不可能不让你去，可是压到最后申请，然后包括后续，包括今天所有这一些内容，虽然你说郑志伟在这里头，可是这个郑志伟
你再现实一点的讲，柯文哲毕竟不是民众党主席了，是他毕竟也卸任了台北市长，对，所以这些来讲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觉得，那就算再怎么样喊，那未来还会有多少影响力呢？我觉得今天哦，就是尤其是当他。好像是8点54分还是56分到现场里面，然后9点开始正式举行那个家祭，然后之后大概逗留了80几分钟。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个以父之名，然后所举行的一个政治大秀，而政治大秀其实最重要目的是来进行政治上的一个斗争，斗争的对象叫做赖清德。他毕竟也卸任了台北市长，对，所以这些来讲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觉得，那就算再怎么样喊，那未来还会有多少影响力呢？我觉得今天哦，就是尤其是当他好像是8点54分还是56分到现场里面，然后9点开始正式举行那个家祭，然后之后大概逗留了80几分钟。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个以父之名，然后所举行的一个政治大秀，而政治大秀其实最重要目的是来进行政治上的一个斗争，斗争的对象叫做赖清德，因为他就会把自己跟他在整个致辞的时候提到他爸爸228，他们就阿公嘛，哈，就228的，然后所以怎样怎样，所以后来他10年前要出来选的时候，他爸爸还从新竹特别坐车到台北，告诉他我已经没有了父亲，小时候没有父亲，我不希望我的儿子也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因为涉及这些案子，然后他现在就开始讲到说，因为司法罗织罪名，他的整个追悼文里面，事实上就是紧紧扣住一个主题，那个主题不是在叫做我的爸爸，那个主题叫做我是被司法迫害的。所以我会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像大家就是台湾人习俗，就是说这个家祭，事实上大部分是会去讲这个你爸爸的一生，是他怎么样含辛茹苦把你们带大，尤其是他在经历过那些事情之后，然后他怎么样，应该是你跟他的故事。但我觉得在整个通篇的篇幅里面，他的父亲占的角色相对来讲是蛮小的。那再来是他个人的好几段，而且不断的去强调司法罗织罪名，然后什么什么一大堆的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比较遗憾的。然后就他后来又讲到一个自己是急重症的医师，就在最后时间点没有办法陪伴在自己父亲的身边。讲到这个，我就有一点想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就是因为你的贪念吗？今天为什么你父亲在小时候没有爸爸，老的时候自己的医生儿子也不在旁边，不是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贪念吗？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些只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着服很深啊，然后他的目的就是以父之名来进行为自己一个辩护。那再来就是说，你知道他的那个场景，其实家祭，因为我其实很 shock 的是怎么镜头拍的，我还想说，他们全程开放给媒体拍吗？后来发现好像也不对，因为媒体通常是远拍，不可能跑到脸啊，还特写啊，还什么的。后来才知道说，他们自己请人拍，然后拍完之后还就是提供带给所有的媒体可以，所以我觉得是他们不断的希望大家来针对这个议题不断的讨论，或者是去让这个家祭的一个过程，然后或者是他们希望营造这样的感觉印象，然后来帮他自己可能在政治上或者是司法上可以有一些波。可是我觉得这个看在我们一般人的眼里，只会觉得你刚好，好像有一点你把你爸爸的最后的一个都利用殆尽。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告别式都是办给活人看的，对不对？因为办给活人看是什么意思？你看我现在虽然是人在土城，但是我可以弄出一个场面是1200人，我可以弄出一个场面是包括前总统陈水扁，包括前总统马英九，然后包括前总统蔡英文，他的那个花都有到，然后包括党编大党的党编都有来，这样他就是要营造出民众党。虽然我现在被压，但民众党这个部分我还是拥有实权。可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是，那黄国昌呢？那当然就说因为黄国昌怎么之前自己的父亲也走了，所以但是那你也去发了红包啊，所以这个谁来了谁没来，就还有花，连赖清德的花他都不让他上，那这也是让人家觉得很奇怪。有啊，柯美兰不是说了还用问吗？对，但我其实意思是说，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拒绝的话，应该照理说总统应该也不会送吧？就因为好像这种应该事先会先讲好，
或者是说就拍垮，要问冠廷，而且好像一开始其实是摆出来的，后来又把它给撤掉了。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啊，对啊，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时间工作人员有收啊，这样是不知道，是，可是也有可能是送，这我客观讲，也有可能是送到花店送去现场啊，对方才不收，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对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不收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政治表态，当然，对，所以我会觉得说，照理说告别式这样子是应该是对已经离开的人的一个圆满。然后所有的人世间的一个恩恩怨怨，其实就过去了。但我觉得他们让我的感觉是，这反而是一个舞台，而那个整个一个不管人家讲复仇戏或者是政治上的一个斗争戏，才正要开始。慧珍，好，那你说国内整个包括柯文哲主义这些事情，留待司法去判断。然后你说大罢免之下到底会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讲说，对台湾来讲，其实刚才范老师有提到。台积电这件事情，其实我不知道蓝营针对这件事情，当然有很多刚才讲的一些的看法。台湾会不会台积电被美积电，很多这样一些事情。以你一个财经这么多年的财经专家看这样一些事情，台积电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影响大不大？川普对川普，反正一天到晚都说我们偷了他的晶片技术，我们南瓜垄断了所有的，然后等到魏哲家跟他一起开了记者会以后，他还是骂。但骂完以后，他说：“我不怪他们，对，我不怪他们，我们就变得很棒了。”对，反正这个好了，他生意人大家都知道，但是所有这些事情你会怎么评估？当然就是讲的这个嘛，所以你就知道，其实魏哲家非常懂得川普要的是什么。他现在就开了一张支票，我知道你需要我们去投资，我们就去投资啊，1000亿美元啊。但是他有告诉你哪一个厂在什么时间？没有啊。所以我跟你讲哦，大家都不知道，其实他的光是亚利桑那州的那个厂是 delay 的。为什么 delay？ 因为亚利桑那州没有符合需求的工人。他们所有盖厂的工人是从德州过来的，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如果光是一个亚利桑那州厂就这样 delay 那么久的情况之下，那你现在讲的1000亿美元，就当然我 delay 到川普卸任以后，很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啊，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来换取更大的弹性嘛。对啊，那我觉得你是生意人。台积电也是生意人啊，而且台积电更是，你看日本，那难道他去日本就变成日积电吗？他去德国就变成德积电吗？不要忘了，他也去过中国啊，也没有变中积电啊。所以我会认为哦，台积电它的我本身也是他的股东，我觉得台积电的所有的评估点。最重要就是对他的股东负责，还有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营运的需求，所以他们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需求是不够，非常多，所以他们才评估过，可以去那边盖。那即使现在去那边盖，即使可能未来的3奈米、2奈米吧，不知道可能10年之内去那边真的有生产出来，但是在先进制程里面，它还是一个50，它只是从原本绝大多数从台湾这边生产，变成一小部分，大概不到1成的部分，未来有可能是从美国这边出去。那美国去那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为了他的国防嘛。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至于我会认为，就是说。去把这个台积电过度说好，这样台积电去到美国投资之后，它就会变成美积电。我觉得这是完全不懂得一般的民营企的运作之外，同时也是有一点点故意在见缝插针。那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必须要问，当年2015年的时候，当年紫光要来台湾来扬言要买台积电的时候，当年台积电只有150元的时候，为什么当时的国民党就是的总统，当然就是马英九先生，他完全没有任何阻止啊，他还一副就是说，哎呀，两岸之间的互信要升高啊，那你们乐见当时的紫光来并购买台积电，那你却不乐见现在1000块股价的台积电去国外投资，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让人家不是很理解。不过我也是要。因为我是财经出身的，我会认为啦，所有财经界的老板都不希望自己被放大在一个政治的舞台上。所以刘德英其实多次也讲过，就是说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动是随时随地都在变动。那台积电的能力就是要借由自己的一个技术，在任何一个变动的情况之下，都确保自己有站起来的一个本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会认为。为什么为什么魏哲家去美国？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现在需要做这件事情来换取相关的一个关税的避免。但现在魏哲家被请到那个赖清德请到这种总统，然后当然有人就哭手嘛，就说什么法说会干嘛的。但我会认为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就是不应该把他推在那个风口上。
就像是当时台积电肩负的责任去买我们的疫苗一样，但是也没有在总统府里面就开记者会，因为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有些东西如果它就是民营企业，如果你把它非常明白，就说啊，这是我们的爱国企业，这就其实有时候是给它造成更大的困扰而已。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就是不应该把它推在那个风口上，就像是当时台积电肩负的责任去买我们的疫苗一样，但是也没有在总统府里面就开记者会，因为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有些东西如果它就是民营企业，如果你把它非常明白，就说啊，这是我们的爱国企业，这就其实有时候是给它造成更大的困扰而已。OK， 那我们的经济部长是吃了诚实豆沙包吗？照郭志辉，他其实是当时赖清德公布他的那个名单之后，当时我们在党认为最受期待的赖政府官员这样吗？时候，因为郭志辉有他业绩的背景，我们相信会有一番不一样的风貌。一开始也的确有一番不一样的风貌，包括他的言论对于核能的想法，对很多的态度，核电厂的演绎，我们都觉得真的有风骨，不太一样，不畏蓝绿啊。就在去年6月份，他与民进党立委的一场参叙之后，就不太一样了，对，言论就开始大幅度的转弯了。先是说核电是没有考虑的一部分，那对于他的非核家园的态度，他也说没有改变，都是跟绿营一样。但这也都算了，我比较惊讶是他后续很多发言都让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之前他一开始先说，他说为了省电，不必每房间都装冷气，大家觉得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应该不是画上等号的嘛。后来又说只有电价上涨了，大家的薪水才能提高啊，这个本末倒置啊，不晓得逻辑是什么。后来又说要到菲律宾吕宋岛设绿电厂，然后用电缆把这个电回到台湾来，甚至片面承诺说会给辉达110度的绿电，就被辉达打脸说他根本就没有要求过这个东西。到这一次，我觉得最离谱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叫蒙古症了，叫唐氏症，好不好？请你先讲清楚一点。然后直接用到这个蒙古症的这个名字跟 Intel 画上等号，然后还说，如果我们知道对方家有这种孩子的话，我们会跟他结婚吗？我想这个话非常的不适当，是严重的歧视的问题。所以代表，如果我们想要结婚，对方家族有这种状况的话，我们是要拒绝他的。这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不好。Intel 好或坏，大家心里都有数了。那我们台积电过去是帮他还是害他，大家也都心里有数。但是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不要用其他会影响到其他一些族群的字眼，这是极度不妥。那当然他今天也出来道歉了。我相信我不知道高层有没有出来讲过话，我是不清楚。但是我对，我觉得讲很重，对，我觉得这个都要出来讲清楚，因为这个表达你自己立场可以，我也相信郭志辉他的专业能力非常强，但在用词上面你要记住，你现在不是个人。你现在代表的是政府官员，你讲很多话，你都必须要负起很大的责任。而这次，我希望是一个借鉴，以后也不要再犯，因为很多的族群他们非常的辛苦，真的不是拿来让你用在做比喻来消遣上面的。不很难理解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大家都觉得政府对于包括台积电要不要到美国去，应该都有掌握，因为过程当中，赖总统也是这样说的。对。我们的经济部长，我讲，那你不管你知不知道，你也不太可能出来直接在媒体访问，然后其实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这些，怎么可能？我觉得先讲了哈，刚才这个蒙古症那个事情，卓院长就是要求要深刻道歉嘛，对啊，他应该要谨言慎行。然后郭部长确实这一阵子的所有争议发言，这没有什么好凹的啦，你就是道歉，你当个政务官，你自己这些事情都还不知道怎么讲，那你自己要自己去想清楚怎么办嘛，这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借口。那台积电的事情我讲我知道了，因为我不知道郭部长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也没办法对他发言，代替他发言，但。其实全程赖清德总统跟我们所有行政团队都有掌握，行政团队都有掌握。那我觉得那一天那个记者会最主要有2个讯息，我觉得蛮关键的。我们大家最担心的点，我其他都不扯其他，都是说最担心的点是说，台积电跑去美国设厂之后，会不会就把重心放在美国？所以当天有2个资讯，第一个资讯是说，好，那现在美国3条生产线。台湾的11条准备要开的生产线，第一个完全不会停。11条加3条之后，当天魏西西、笑嘻嘻、魏哲嘉就讲说那个是11+3还是不够，因为我们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这没有什么被逼去哪里的问题，因为我就是产线不够嘛，那对方在那边对我们来讲投资我还是不够，这第一点。第二点，有人就讲说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是我们的高阶的
人才跟研究人才会不会跑过去？所以魏哲家那天在总统府的记者会也把数字讲出来了。台湾1万个研究人员，美国最多1000个。所以这个1万比1000，我觉得大家也理解。我最后回来讲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理解，就是说川普现在他的政策当然会比以前来的有一点不一样，可是这个不一样的状况底下是站在美国，他们制造业要回笼，然后呢，他们包括他们要增加关税啊，内部可能所有的营业税要降低，这是他的国家政策。可对我们来讲，其实要确保的事情是，我认为台美关系要维持，然后台湾跟美国，就像这一次那个古立言讲的，哇，让美国跟台湾一起变得更加强大。网友就讲，哇，台湾加入 Mega 俱乐部了，对，但是开玩笑。可是重点是，那台湾我们自己的技术可不可以留在台湾的手上，然后让我们可以继续保有我们的国力？我觉得这个是赖总统跟整个团队一直有在做的。范老师，这次你看到川普很多，他对所有包括应该是他的盟友的。感觉上全面开战的感觉，加拿大啦，所有这些用关税，他一直觉得关税是个最好的武器。那现在已经弄到好很多，包括加拿大什么抵制这些，这是一回事。可是当他跟泽连斯基开了那个吵架记者会以后，大家会突然发现，川普这个人是这个样子，他可以直接在镜头里面跟你对干这些事情。那到底未来会怎么办？这件事情也引起那时候在国内有一度的讨论，因为包括乌克兰啊、台湾啊什么这些。可是一路走到现在，当台积电这件事情以后。你会怎么样去判断说好护国神山是台湾人认为很重要的一块？这件事情，当川普他改口又变成不会怪我们，也觉得我们很棒，什么什么这些，是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吗？解决了吗？而当他跟泽连斯基、跟加拿大、跟很多他的友人这样子以后，整个国际局势，你觉得未来会怎么变？现在已经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就是4个字叫度日如年了。就像川普的卸任时候到什么时候？倒数每天就像我们当兵有没有？过一天要画一条线，真的是哎，你说的天下大乱，情势大好啦，但是看起来情势并不是很好啦。那你刚刚讲过，其实他蛮会挑时间的。他跟魏哲家见面的前2天是跟谁见面？是跟泽连斯基。对，好，2个人不欢而散。然后几乎快就当着电视机前面就是互相，就差没有吵到抓头发，对，抓头发就是吵架。然后隔2天就跟魏哲家见面，2个人哇，这个互动非常的好。然后再隔2天去美国国会演讲，然后夹着这个台积电，然后这个在整个会场上。但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其实之前这个拜登呢也有参加过我们一个就是在美国厂的一个移机。就是他们的机器要移机，那次他也亲自参加，可是有时候他讲台积电，他讲的是 TSMC，他讲缩写，但川普是把台积电的全名讲出来，就讲台湾，然后就讲，然后他在之前在跟魏哲家见面是这样讲，他在国会也是这样讲，那我不晓得拜登是不是当初有点怕中国抗议或者怎么样讲缩写，或者他习惯如此啦，但是看起来川普是很开心啊。其实之前这个拜登呢也有参加过我们一个就是在美国厂的一个移机，就是他们的机器要移机，那次他也亲自参加，可是有时候他讲台积电，他讲的是 TSMC，他讲缩写，但川普是把台积电的全名讲出来，就讲台湾，然后就讲，然后他在之前在跟魏哲家见面是这样讲，他在国会也是这样讲，那我不晓得拜登是不是当初有点怕中国抗议或者怎么样讲缩写，或者他习惯如此啦，但是看起来川普是很开心啦，很开心这1000亿。那但是现在看的情况就是说，欧洲国家现在很麻烦，就特别是欧洲很紧张啦，因为乌克兰的问题嘛，好，那当然英国当然率先啊，这个不管是英国的首相和英国的国王都见了泽连斯基，也说要提供这个补助，但是问题是这个钱什么时候到我也不知道。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德国的话呢，他们就是说要不排除发展本土核武哦。就变成说，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就是美国会不会从这个从欧洲抽手，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是美国当初在冷战时期创立的。对。那你今天如果你抽走，我们怎么办？就当别人要自力救济了。那我们知道德国是2战的战败国，那德国有没有能力做核武？绝对有能力。你希特勒当初都快研发成功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美国后来在这个冷战时期能够发展核武，其实是爱因斯坦是德国人啊，他是逃到美国去的。那如果是德国这样做，那日本要不要也做？韩国要不要也做？台湾要不要也做？这2天不是在讲那个张献义啊，当初这个1979年逃到美国去，对啊。
如果不是那样，我们可能早就有核武了。台湾绝对有能力做核武，好，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核武大战会不会爆发？而且川普已经讲了，我已经退出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我已经退出了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理事会，他不讲人权哦，然后他也退出了 WHO， 就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所以我们以后也不用去参加了啦，因为已经他的美国都退出了，好，我们可以省麻烦，省了也不用去什么游说了哈，省了一笔税少花一点钱啊。那因为川普搞不好自己搞一个啊，对不对？他搞不好这个他美国为首的这个 WHO 都有可能。好，那再来是伊朗，伊朗你看他叫化解核武的军事，他会考虑跟美国谈判，所以现在看起来伊朗是想跟美国谈判啊，所以我如果现在比如说跟川普过去好的伙伴现在都翻脸，很紧张啊！你看加拿大新任这个准总理就是59岁的这个央行的这个总裁啊，他是个政治素人啊，但是他对川普是一个鹰派。那另外呢，因为川普一直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51州，啊，所以加拿大人很不爽啊，像这个加拿大这两天跟这个美国比赛这个曲棍球，对，大家就打起来了，而且美国像加拿大喝不到美式咖啡了，因为全部改名字了，不能叫 American， 不能叫美式咖啡了啊，所以加拿大全面抵制美货，对他们叫加拿大咖啡，所以你现在去加拿大讲我要美式咖啡啊，你可能会被。可能会被打啊！你改成加拿大，已经搞成这样子了，真的很激烈啊！对，很激烈。对，像我们是很需要。那墨西哥呢，应该也是哦，因为他不能把墨西哥湾改成叫美国湾、美洲湾，对，所以以后在那边墨西哥如果也这样，现在变成所有跟他好的都已经感觉上反目成仇到不得了。但是如果台湾做民调愿不愿意成为美国51州，我觉得应该是民调蛮高会接受的啊。所以加拿大不想的，我们台湾可能还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啊。所以我觉得就整个的国际的情势都面临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但是我觉得川普，你看他到目前为止对中国还没有正式出手，他一开始是加税10%，然后后来因为他对于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的防治不满意，他又加10%变20%，可是还没有正式的出手，而且他常常讲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人就4个字叫笑里藏刀啊，表面上越是敌人他好像越是笑脸，越是朋友他要施的力量越大。但是他的目的当然就是要这些朋友要唯我独尊，这个我就是这个我普丁就是川普，然后普丁他也跟他某种程度还互动不错，所以接下来我认为他会把普丁拉到这个美国的阵营来，另外就是他会把金正恩拉进来，因为金正恩之前他4年就跟他见了3次面嘛，那最麻烦是谁？是中国，因为你外交上。因为中国跟俄罗斯跟北韩本来就是貌合神离嘛，这个时候这2个大咖跑到美国阵营来的话，那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不只是经济上的一个很大的冲击，外交上也是。那接下来川普就会大卖他的天然气跟大卖石油，那他石油一大卖之后，国际油价一定会降下来。国际油价降下来，谁倒霉？俄罗斯倒霉，因为俄罗斯当初会攻打这个乌克兰，就是因为当时在这个国际油价是1桶大概是非常高的，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觉得有把握嘛。好，那个时候刚好是拜登当中 ，OK， 所以我觉得川普会做一个完全跟拜登不一样的做法。未来整个国际局势到底因为川普上任以后变成什么样的，现在没有人敢说 ，OK？ 因为他天天上午想的跟晚上想的也许不太一样。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不管怎么说，好歹我们护国神山，那就算说到美国投资，时间点，包括刚会讲，包括时间，包括内容这些，荣获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的考虑的点在这里头。但不管怎么说，自立自强非常的重要。国内大罢免到这个礼拜应该就可以确认，那蓝绿阵营到底有多少位要进入到正式的第2阶段？未来到底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